中国海军啥时候才能有核动力航母？这是广大军迷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今天虎哥就来给大家唠唠这事儿。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关于中国海军核动力航母的发展动向，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现阶段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海军拥有的现役航空母舰全部为核动力的超级航母。这种航母相比我军现役的常规航母的好处，就是具有近乎于无限续航能力，基本上能够在世界航行几十年才换一次核燃料。这一点远非目前中国现役的山东、辽宁2艘航空母舰可以比拟。另外，由于核动力航母不需要携带大量的燃油和安装大型发动机，可以节省空间，装载比常规航母多不少的武器弹药和舰载机，其作战能力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因此，为了更好地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核动力航母对于我海军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国之重器，未来必须得有。有了核航母，就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区保护中国的海上贸易线路，这是目前我军常规航母不具备的能力。因此，中国当前正在加快核动力航母的研究和建设。核航母最重要就是核反应堆技术，这是核航母的核心。那么为什么我国海军核反应堆早已建成几十年，但是却迟迟没有应用到航母上呢？确实，中国的海军核反应早已建成几十年，但是这种反应堆是应用在中国核潜艇上面，当作动力系统的，理论上是可以应用到中国未来的航母上。法国的戴高乐号核航母就是这么干的。但我们同时也要注意法国戴高乐号核航母这么干的下场。法国没有足够的科研实力研发出专门应用于核航母的核反应堆，只能拿技术水平相较于正经核航母反应堆要远远不如的核潜艇反应堆凑合，但是装上过后又发现了一大堆问题。首先，核反应堆的动力严重不足，因为核潜艇的排水量仅仅在数千吨到上万吨左右，法国核潜艇本身就块头小，一个小型的核反应堆足以对其进行驱动，但是一艘航母，尤其是大型的核航母，排水量都在4至11万吨之间，用潜艇的核反应堆当作航母的动力系统，无异于小马拉大车。戴高乐4万多吨的排水量装备了2个核潜艇用的 K15D 反应堆，结果仅有8万马力，输出功率仅相当于美国核航母反应堆的 30%， 根本带不起来，导致航母的速度仅有25至27节。速度慢不说，而且还故障频频。更为重要的是，因为核潜艇反应堆的技术水平不行，核反应堆几年就得换一次，这就造成了航母的出勤率大大降低。而且换装核反应堆相当于做大型手术，是需要解开航母甲板提取更换的，然后再一层层的把甲板修复完整。这项工程就要耗时12至30个月时间不等。因此，采用潜艇核反应堆的航母可以说是得不偿失。这也是我国为什么不用潜艇核反应堆当作航母动力的原因所在。不过，中国截止目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建造大型水面舰核反应堆的经验，加上这几年的摸索，中船重工已经建造了14米高的小型核反应堆，名为玲珑1号。这是我国去年建造的一款商用核动力反应堆，但是其性能可以说是达到了军用核反应堆的性能。核反应堆热功率输出达到了310兆瓦，单台反应堆马力可达14万。如果2台一起安装到未来的航母上，则可以达到28万马力，比美国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还要强劲。虽然在理论上玲珑1号可以在航母上进行应用，但是有一些技术层面的限制尚待解决，主要是商用核反应堆使用的燃料棒风度基本上在 20% 以下，燃料棒风度的高低决定了核反应堆的整体效率。像是美国核航母的核燃料风度可达 90% 以上，该型核燃料可以确保美国航母连续在大洋上航行30至50年，
才进行一次反应堆的整体更换。如果中国核航母使用热燃料风度低的玲珑1号，在海上航行不了几年，就会因为风度低的核反应堆燃料棒燃料用尽，而不得不回港切开一层层甲板更换反应堆。这一下几年的时间就用掉了。这种核航母根本不能进行长时间的备战。如果中国现阶段不顾轻重缓急，强行上马玲珑1号，等于又是步了法国的后尘。我国的武器研发都是很科学的，循序渐进的，路得一步步走。虽然现阶段建造了性能不错的核反应堆，但是浓缩高密度燃料棒技术还是在逐渐发展和研发当中，离问世不远了。一旦这项技术问题解决，中国的国产航母将成为现实。